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呐。最近呀，世界不安全呀，非常的动荡。面具人，我预感啊，接下来会有大事发生。为啥？因为伊朗啊，最近被欺负的够呛了。伊朗这边的核科学家前几天被突袭做掉了。这昨天的时候呢，伊朗又有几名指挥官被做掉了。伊朗最近挺倒霉的呀，虽然很多人会说伊朗是邪恶国家，这些人被做掉了，死得好，但是呢，面具人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到这种现象，我反而会感到不安，因为我感觉伊朗最近密集的被干，再加上中东撤军，这背后呀，面具人我总感觉有什么阴谋呢？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这个咱们等一下在节目的后面再说啊。顺便咱们再来讲一讲现在国际上面的情况啊，包括澳洲啊，现在也被中共整得死去活来。咱们今天啊，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把这些事情都掰开了讲一下。先说说面具人我不得不说的话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面具人我前几天才说了，平民反共的代表就是董瑶琼这类人，泼墨女孩嘛，她最终的下场是比较倒霉的。你平民反共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像什么袁腾飞呀、方方这类的民主战神，人家是红色基因，人家是奉旨反共，人家是赵家人，赵家人骂赵家人，关你平民什么事儿呢？对吧？袁腾飞呀、方方这些人，反而呢越反共越有名，越反共越有钱，并且呢，他们反共本身也没有被核查啊，没有被训诫，没有出任何的事情啊，反而越来越出名。你看这些人啊，一个个的道貌岸然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些人天天在国内反共，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普通人他妈的翻个墙看个外网，还他妈话都没说呢，还没开始反共呢，就被国保抓走了啊？为啥这些人天天在油管上还有出书反共啊，写报纸反共，写文章反共，微博反共，就没有事儿啊？越反越出名。怎么你们这些平民翻个墙还没开始反共呢，看个反共的节目就出事儿了啊？怎么这些民主大师袁腾飞、方方就没事儿？今天来说两件事啊。首先呀，共产党现在开始针对面具人了。我他妈前两天才说了泼墨女孩董瑶琼，普通人反共下场很倒霉，结果你共产党过了2天就把他放出来了，还让他翻墙，还让他拍视频，弄得他，结果你共产党没过2天就把他放出来了，还让他翻墙，还让他拍视频，还弄得跟个女英雄一样慷慨激昂的啊，还给他一个政府单位工作干。反共现在都可以得到这么多好处了。面具人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生气了。就在面具人我前几天的节目才讲过，包括我直播也讲了董瑶琼的事情啊。我说普通人反共下场都会很惨，这刚过了2-3天时间，共产党就把董瑶琼放出来了啊，还让他翻墙继续号召大家反共啊。共产党你打脸面具人我是不是？那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好了啊，面具人刚提了董瑶琼没几天，共产党就把董瑶琼放出来了，这就证明共产党怕了。面具人我跟你说啊，共产党最近一直盯着面具人我呢啊，不停的在搞我事情呢，你知道吗？面具人说啊，这些大外宣民主战神反共怎么都越反越有钱，越反越出名，名利双收呢？普通人反个共翻个墙就被抓了啊！在这一次美国大选的事情上，反共的民主战神还集体暴露了啊，破坏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上个节目怎么说的啊？共产党肯定是舍不得把花了重金的民主大外宣集体暴露出来。现在拜登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共产党还是要保护这些民主大师的嘛，钱不能白投资嘛啊！这些民主大师他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搅乱美国，统战华人嘛，不能说让他们的这些投资白白浪费了，对吧？你看最近说要判黄之锋，判周庭的刑，你们自己仔细看好了啊！周庭他妈的昨天还去接业配广告代言呢，见粉丝呢，不是说被扣押到3号就要开庭审判了吗？怎么周庭就能出来了？又是吃大餐了，又是做节目了，还剪片子了，还随身带个摄影师拍写真了啊，和粉丝签名了。
你这他妈的沽名钓誉的，你这是搞民主吗？你这是当明星吗 ？Super Star 呀！啊，咱们正常人想一个逻辑嘛，换成你啊，或者你家的亲戚，还剩几天，2-3天时间就要被判刑了，你们会怎么做啊？你肯定会着急呀、慌呀、找关系呀、找律师呀、找熟人呀，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是不是？花点钱呀，争取从轻发落，对不对？啊，你马上就要被判刑了，你还会有闲情逸致的吃大餐啊、拍电影啊、见粉丝啊、做广告代言，继续当明星？你有这个心情吗？啊，你看他周庭哪里像被判刑的样子啊？看这些民主大师被判刑了，会告诉世界，哎呀，我共产党没有专门扶持这些民主大师，他们反共我还是要判的啊。国安法一视同仁，并没有说因为黄之锋呀、周庭呀是名人，对不对？但是面具人，我问你们啊，哎，让你坐上个2-3年牢，给你1000万、2000万，你愿意不？反正换面具人我愿意啊。况且呢，幕后的操作你们能知道吗？今天把你抓进去了，后天悄悄的放了啊，让你低调的生活啊，花大钱，毕竟你为党效过力嘛，是不是？你能知道吗？啊？哎呀，然后面具人我就说，董瑶琼很倒霉，平民反共的下场都不会太好，跟这些民主大师不一样。然后呢，共产党你他妈的，你共产党就把董瑶琼放出来了，我才说完你就把董瑶琼放出来了啊，还让他在视频里面说，哎，给他安排了一个政府机关单位的工作，每天整理个什么文件呀，混混日子呀，啊，反共还能反出来这么好的事儿，哎呀。那你是什么意思呀？哦，你的意思就是平民反共也没事儿，对吧？平民反共还能再就业当公务员，是不是？哦，我习近平宽宏大量，我允许你们平民反共，对吧？是吧？啊，你这是打面具人我的脸，是不是？啊，那证明什么？啊，你最近把我盯得这么紧，我说个啥，你立刻跟我对着干啊！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共产党。在面具人我揭露袁腾飞和董瑶琼的这个事情上，没过2-3天就迅速做出了反应，让董瑶琼出来讲话。哎，你们看，哎，面具人说董瑶琼是平民，人家平民反共下场很惨。哎，你看董瑶琼出来了啊，不但下场没有惨，还得到了一个政府的工作啊。就这，董瑶琼还不满足，哎，给了这么好一个工作啊，还要能翻墙。还允许他翻墙，让他继续发声，继续抱怨啊！那这代表什么？打面具人我脸是不是啊？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就恰恰的印证了共产党怕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看好这个时间点啊！我一说这些事情，我把这些民主大师暴露了，共产党立刻做出调整，专门针对我。你们知道不啊？董瑶琼他这个讲话呀。哎，又是人权了，又是号召了，哎呀，节奏带的，哎呀，面具人，我等一下给你们看这个视频，你们就知道了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这个人说话的这个稿子啊，我就知道了，董瑶琼这个人啊，绝对已经跪下了，甚至呢还有更深的内幕啊！等一下我告诉你们，哎，但是不可否认的，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你们就知道了，董瑶琼已经成为民主大师了。这个视频我等一下放给你们看啊，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仔细看好啊！咱们华人的这种阶级思想太牢固了，全本位的思想太牢固了。咱们不管玩什么啊，足球也好，慈善也好，民主也好，这些东西你让华人玩，最终都是给你玩成了权贵模式，玩成一个闭环啊！权贵的人才能参与这些游戏。咱们想一个逻辑嘛，民主。人民参与的才叫民主，人人都能参与的才叫民主。民主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人人平等的，对吧？对不对？可是你们看啊，华人把民主给玩成啥了？咱们华人把民主玩成了垄断的闭环产业链了。你想参加什么民主，谈民主，先看你够不够资格，你要先混圈儿。这年头谁他妈的嘴上喊2嗓子民主，谁就是民主大师了，就是 Super Star 了。这些人天天嘴上逼逼咧咧的民主啊，这些民主大师在台上一个个的装逼的不得了啊！但是呢，
他们对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是什么眼光？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你也想吃民主这碗饭啊？这些民主大师把你们当人看了？民主大师既不把你们当人看，而且呀还要代表你们的民意。哎呀，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民意，怎么样的，我们代表老百姓的民主啊，我们是民主大师。实际上呢，这些民主大师和你们废话2句都嫌浪费口水，人家认为自己是明星，懂了没？大师，你只是一个低端人口，逼民韭菜，你想和他们搭上线，混进他们的圈子，好呀，捐钱呀，或者是看看你的背景啊，看你能募捐多少，或者是你家谁是党内的高官呀，能不能爆个什么料呀，能不能拉个关系呀？就像华人社会干什么都要有关系一样，你想搞民主事业，好呀，你有党中央给你的推荐信，一夜之间啊，这些商人工会的民主大师就会众星捧月的把你捧起来，让你成为热点人物。你要只是一个平民逼民，你不是体制内的，哎呀，那你们可惨喽。你们看看嘛，阿里呀 ABC 呀这些人他做了这么久，那么多的视频，就是没有一个民主大师屌他们，对不对？华人社会啊，无处不在的都是这种体制啊，脑子里面总想着有圈子和体制这个玩意儿。华人的民主圈子也是高度的圈层化的、组织化的，你们要想混进去啊，你洗洗睡吧。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华人的思想为什么不自由？华人的民主为啥玩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封建的民主大师把民主玩成了垄断产业链，反向过来洗脑华人，割华人的韭菜，还要恶性竞争。渔民呢，还怕别人分了他的饭碗，挡了他的财路。民主是啥嘛？民主就是镰刀嘛，民主就是割韭菜嘛，民主就是骗你们这些傻子的嘛，反正你们也民不进来，主不进来，是不是？你们看看这些立法院呀，或者是这些天天爱民如子的民主大师，华人的立委，这些人还知道人间疾苦吗？他们已经很久都不下基层看看老百姓的贫苦生活了，就在那里天天的他妈的懂人民，他代表人民。这些民主大师都是一个逼样子，我告诉你们，面具人，我要是这些民主大师啊，我也明白呀，我干嘛要知道你们生活多么疾苦呀？我为什么要体验你们贫苦的生活呀？我只用讲你们爱听的话，拍点什么写真光鲜亮丽的照片呀，个人纪录片呀，让你们看起来感觉哎呀好帅呀，好漂亮呀，感恩情怀呀，感谢天下呀，让你们天天盯着跪拜，然后呢把你们的钱骗到口袋里，把你们的选票骗到手，这样呢我才能上位啊。我上位了以后，我就继续可以发我的大财就行了嘛。至于你们就是一坨屎，知道吗？下贱的贱民，给我爬当肥料当韭菜，继续被我骗带节奏，懂了没？当然了，我虽然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嘴上肯定要说，哎呀，你们是最勤劳的人民，最可爱的人民，你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是伟大的，我是人民公仆，我是为你们服务的，懂了吗？什么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面具人，我早就说过了，随着民主党的上台，中共将会改变一些策略，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战术打法不太一样。川普往往喜欢先来一顿狂风暴雨般的操作，把王牌先全部都亮出来，但是呢他就是不把王牌炸下去，然后呢反而会被共产党摸清楚他的套路，摸清楚他的底线，最后呢被逐个破解他的战术，被带节奏。那民主党的玩法就属于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挤牙膏我也挤牙膏，然后呢我就笑里藏刀的这种玩法啊。你也不能说我跟你对抗，但是呢我背后带着一把刀子偷偷的捅你。我用2个动漫人物给你们形容一下啊，七龙珠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看过吧，贝吉塔和卡卡罗特就是川普和拜登2个人玩法的代表。贝吉塔往往就是一上场就开王子战法，不停的发波把自己的大招先全部放出来，哒狂放波，一顿猛输出以后，然后呢后劲儿就没有了，然后就被吊打。卡卡罗特呢，他喜欢反制，
刚开始装傻示弱，保存实力，勾引别人出招，然后别人出招把体力浪费完了以后呢，卡卡罗特才开始反制。那你们觉得哪种战术好呢？从最近中共把李毅甩出来背锅，一方面呢又开始抬高比如方方、袁腾飞、董瑶琼之类的民主反共的公知啊，高端的、低端的、中端的都有。你们可以看出来啊，中共对民主党的意识形态领域扩张已经相当重视了。中共为什么现在开始要转变打法呢？把之前自己拼命打压的民主公知又给抬起来呢？你们看好了啊，这拜登还没有彻底的上台呢，这《纽约时报》最近呀就连续的发文，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步步紧逼，狂轰乱炸。而中共呢，目前呀也趁着民主党上台之前呀，抓紧最后的时间，对西方也好，还是对东亚、东南亚周边的国家也好，都在极限的施压呢，力求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先来看看民主党最近都做了什么啊？《纽约时报》这边报道了很多针对中共扩张和人权方面的问题的文章，就是短短的2-3天时间吧，《纽约时报》在密集的炮轰中共。你们看看啊，这拜登还没上台呢，这个民主党发射的炮弹数量就如此密集了，比川普当时密集多了啊！川普几乎没有批评过中共人权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看啊，民主党《纽约时报》第一个报道的就是中国在西藏与不丹王国交界的高山处区域建成了一座新的村庄，上百人搬进了位于托尔萨河畔的20多所新住宅，他们用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庆祝这个节日。过去的1年里，中国已经对许多邻国采取了挑衅的行为和举动，似乎不太理会外交或者地缘政治的这个不良后果。中国方面的行动反映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全球表现出来的维护中国领土主张、经济利益和战略需要的坚定信念。习近平经常提到中国受外国入侵和殖民化的不满，用国家的过去来证明自己的挑衅性战略行动有理。这个喜马拉雅山村的建设表明，中国已将巩固自己南部边界的活动扩大到了将不丹也包括在内。不丹是一个只有80万人口的佛教国家，宣扬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那中共现在就欺负一个80万人口的小国。随着修建工程在这条长期存在争议的边界上面进行，中国今年夏天还对萨克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约750平方公里的土地提出了新的领土主张。保护区位于正在建设的村庄的另一边，也在不丹边境啊。通过将边界的外推，中国似乎放弃了几十年来为确定两国边界而进行的克制但最终无结果的谈判。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想要推翻这个边境谈判用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来扩张它的领土。今年的第25轮谈判已经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推迟。大家看好中共真的是不傻中共在疫情之下，它是复活的最快的，它的经济快速的恢复，并不是大外宣们说的中共快死了，中共马上就要完蛋了，玩这种舆论超限战让你们放松对中共的警惕。实际上呢，中共正在悄无声息的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扩张自己的经济威胁。这不丹你们仔细看好了，中共借着这个疫情正在悄悄的在不丹这边边境开始搞领土扩张趁着西方国家和世界没有功夫管它就开始扩张。你不丹想要谈判，我没时间，现在因为疫情嘛，不适合谈判这个边境的事情，咱们先控制疫情。然后呢，中共这边又偷偷的在这里搞扩张，建设村庄。其实这个中国与不丹的边境争议源自于对1890年签署的一项条约的不同解释。签约双方分别是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大英帝国和中国的清王朝，已经是上百年前的事情但是呢，中共刚好以此为借口，中共早就认为这个协议的两者早就不复存在了，大英帝国也没有了，中国的清王朝也没有了，
这份协议呢已经成为历史性文件了，没有用了。所以呢，我扩张我有理。那民主党《纽约时报》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以后，证明民主党很注重地缘政治和这个世界的多边贸易，以及不是多边贸易，就是说多边性他维护了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了以后，它就有多边性，它有了多边性以后，它就有更多的劳动力管道和贸易管道，对不对？好了，来看第二个报道华盛顿根据国会工作人员和其他的知情人士的说法，耐克和可口可乐等大型企业和商业组织正在游说国会，希望削弱一项禁止进口由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的法案。此外呢，游说记录也显示，他们在削弱该法案上面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为了打击人权侵犯的行为，该法案将禁止进口由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生产的类别广泛的某些商品。这个法案已经获得了两党的支持，于9月份在众议院以406票对3票的优势通过。国会助手表示，该法案已经得到了参议院的支持，有望在川普政府或者是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签署生效。但是呢，这项被称之为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工法的法案已经成为苹果等跨国企业以及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的反对目标。这些企业的供应链涉及新疆这一偏远的西部地区，因为这个法案不允许剥削强迫新疆人进行劳务这个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工法要求向美国出口的产品的企业仔细审查这些供应链，或者干脆放弃所有的中国供应商，设定高门槛，禁止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除非企业能向海关检验官证明其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工生产而得来的。但是呢，这些资本家说客们极力想要淡化法案中的某些条款，他们辩解称强烈谴责新疆的强迫劳工和迫害人权的暴行，但是呢，这个法案的强横要求可能会严重迫害深耕于中国的供应链。新疆出产大量的原材料，比如棉花、煤炭、糖、番茄多晶硅水果还有一些矿石，并且呢，为中国的服装和制鞋厂提供了很多廉价劳动力。人权组织和新闻报道指出，许多跨国企业与新疆那里的供应商有严密的商业往来，包括可口可乐采用产自新疆的糖，并且呢，有记录显示，青岛的一家耐克的鞋厂，他们工厂里面雇佣了大量的维吾尔劳工。那这个制裁新疆的法案之前就传出有消息说已经通过了，但是呢，总统一直没有签不知道拜登会不会签呀？不过目前来看呢，《纽约时报》把这个事情再爆出来，并且呢是积极的想要促成这个事情。看到这儿，你们应该能看明白了吧？民主党才是真正的在抽干沼泽，与这些邪恶的资本家作战呢。你看这些资本家，他不管什么剥削劳动力，他不管什么迫害新疆人权，只要有钱赚有钱赚，不赚是傻子。但是呢，民主党他认为有些钱能赚，有些钱不能赚。耐克、可口可乐都是家喻户晓的大企业，民主党宁可牺牲这些大企业的利益，也要禁止这种强迫新疆人剥削劳动、迫害人权的赚钱行为。就冲着这一点，咱们华人能做到吗？咱们华人总是认为剥削有理，只要咱们华人不是被剥削的，咱们就不会认为剥削有什么问题，并且呢，咱们还认为我们就应该剥削别人。如果咱们华人每个人手里面都有镰刀，他会毫不留情的去割韭菜的，不会认为割韭菜有什么问题，因为咱们都是极右派嘛，保守主义嘛，自私主义嘛。我赚钱我牛逼，你没钱你傻逼，滚一边去，对不对？别占老子的便宜，滚！然后呢，《纽约时报》又报道了已经是连续很多期炮轰华人民主极端人士极端挺川的情况，这里就不多说了。你们经常看面具人我的节目，应该都知道这些民主人士、民主大师的嘴脸了。再来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谴责赵立坚，说
赵立坚把捏造的虚假的图片发送到 Twitter 上并称这是令人厌恶的诋毁。该图片显示一名澳大利亚的士兵把刀架在一名阿富汗小弟弟的脖子上。赵立坚的挑衅行为将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推向了新高。面具人，我当时看莫里森的这个英文报道莫里森说话非常生气但是呢，这里面有个矛盾确实是澳大利亚被爆出来了有一些问题所在纽约时报称中国长期以来通过聚焦他国的人权问题来转移外界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其实这种比烂的玩法就是中共最擅长的维稳模式、统治模式。你说他不好，他立刻就给你找个别人也烂或者类似也烂的人来给自己开脱就像你给台湾人说，你这儿做的不好，但是呢，台湾人会立刻给你说，哎呀，我怎么做的不好？那大陆人做的更烂朝鲜人做的更烂。这种玩法的精髓现在已经在台湾发扬光大了。面具人，我有时候听这些台湾人说这种谬论的时候，我就在想，人家给你提建议是为你好你能改就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不对人家一说个啥，你立刻拿出来一堆臭狗屎给自己开脱，你是不是想变成臭狗屎呢澳大利亚在要求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源头进行调查上起了带头的作用，引发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诸多不满。于是呢，中国采取了很多报复行为，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量产品被中国限制了。最近呢，还给澳大利亚的红酒加了200%的关税。其实面具人，我给你们说我今天还去超市里面看了一下，很多水杯纸纺织品小玩具日用品都是 made in China。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确实是有实力和有能力压制这些人口少的、经济体量小的国家，比如澳洲、日本、台湾、泰国之类的国家，并且呢，中共的这种压制是双向的进，我可以让你的商品卖不到我中国，让你赚不到钱；退，我也可以把卖给你的生活必需品、小商品抬高价格，让你生活成本变高。反正你本国劳工成本高，你再怎么压缩劳动力，你还是不如我中国的劳动力廉价，你不买我的买谁的如果我长期这样搞你，你的经济肯定就崩了。尤其是美国现在退出了各种贸易圈，退出了与盟友的合作，美国也在给盟友加关税，给加拿大、给英国、给欧盟、给澳大利亚也在加关税呢。那现在这些国家呢，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又要被中共打，又要被川普打。面具人，我有时候就在觉得，川普究竟是反共呢，还是说川普和中共联合起来逼死这些西方国家呢？你看美国一旦退出了这种贸易圈、各种协会日本、澳洲这些传统的盟友国家，现在不得不单打独斗。那日本、澳洲包括英国这些国家加拿大，他们单打独斗确实是难以单挑中共呀。如果说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加上美国、西方盟友一起包围中共、围殴中共的话，那样就轻松多了，对吧？问题是现在美国作为第1大经济体退缩了那这些散户们他怎么去面对已经退缩的第1大经济体？那实际上中共现在可以说半个第1大经济体了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嘛吊打这些散户，那这就尴尬了，你们知道吗？这美国一退，直接群龙无首，这些国家反而力量大减，反而会被中共逐个击破甚至呢被中共挑拨离间，来扩张中共模式、中国模式。给你说，你看我们中国搞独裁、搞奴隶制，搞得经济挺腾飞的。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些高官、红色贵族，一个混得比一个好。你何必搞什么民主呢？你跟我们搞集权、搞民粹这样呢你也能割韭菜，大家一起发大财嘛，双赢嘛，是不是最后呢，很多国家万一再被策反了呢，是不是？你看马克龙现在就是右转嘛，想要搞独裁嘛，是不是并且呢，你看泰国，包括有些国家现在都在急速的右转，都在迫害、压迫自己的老百姓煽动自己老百姓的民粹
然后呢，这些国家民主国家逐个的要么被打散，要么被击败，要么被煽颠啊，变成独裁国家。反过来呢，跟美国作对，甚至呢让中共有机会逐个击破以后，把美国反过来孤立了。RCEP 不就是吗？一带一路不就是吗？你们看好了啊，非洲现在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已经不用美元了，而且呢，中东很多国家也不用美元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也不用美元了。中共的目的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呢，你们知道吗？啊，并且呢，很多国家都依赖中国的这种小商品、小玩意儿啊，日用品、生活必需品、快消品。还是面具人我说的，全球化这个玩意儿啊，廉价商品西方是可以占便宜的，西方本国人民啊，他们的劳动成本高，他们就干服务业就能获得高收入。但是呢，这种需要高强度、高制造效率的这些大宗商品啊、快消品、生活必需品，由中共来制作，对吧？让你西方也享受这种低廉的商品。那中共等于说掐住你的喉咙了，掐住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消费了。如果说中共在这块动心思动手，那会让你的老百姓很难受的。那你老百姓一难受，你的老百姓生活成本一增高，你老百姓怎么办？他也找不到中共的麻烦呀，远隔万里，是不是？他只能找你们政府的麻烦，给你政府找事儿。那这就是民主体制的这个悲剧所在了啊！那人民一找政府的麻烦，那你要不要维稳？你要维稳吧，你要维稳，中共就给你说，来玩中国模式，我教你怎么维稳，来5000年的这个奴隶术，5000年的厚黑术教给你，他就会把你逼上绝路，把你逼上独裁之路，懂了没？你们说全球化不好，那旅游业算不算全球化？旅游业就是典型的全球化。那多少国家靠旅游业、靠留学啊，靠这种海上运输、飞机运输赚大钱呢？航空公司赚大钱呢？啊，你说全球化不好啊？那你让台湾、你让泰国、你让澳洲把这个旅游业砍掉，我告诉你，立刻变残废，懂了没？这些大外宣搞什么去全球化，要每个国家都搞经济内循环、闭关锁国，那是不可能的啊！现在还有互联网，那咋？每个国家都搞防火墙，是不是啊？你觉得这些民主国家、高福利国家，它可能内循环吗？它本地市场就是那么有限，它肯定要对外扩张，赚外国的钱来给自己的国家提高福利呀，是不是啊？那你一搞闭关锁国、内循环了啊？你觉得澳洲呀，还是加拿大呀，还是英国，他们本国人民愿意关起门来过苦日子吗？啊，你们这些民主大师反对全球化，要闭关锁国，要斩断多边贸易，你这你安的是什么居心啊？中国人能扛得住苦，能扛得住剥削，能扛得住这种压榨的日子，你澳洲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可以吗？稍微受点压力就要去找政府的事儿，就要游行，对不对？你反而你会中中共的诡计。面具人，我很庆幸啊，民主党这边能够看到全世界目前风起云涌，以及中共的一系列的骚操作。其实呀，中共这边也不傻，中共现在也意识到民主党给他带来的压力和威胁了。但是呢，你看中共目前的节奏啊，中共一定会在民主党上台之前啊，极限施压啊，把周围这些国家啊，他能打的、能施压的国家，争取在民主党上台之前把他打残啊。但是呢，中共也做好后手了，就是应付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扩张。你民主党说我中共没有人权，是不是？看，你要贵的、便宜的都有，袁腾飞、方方。这种高端的反共战士，还有平民的反共战士，董瑶琼、泼墨女孩，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面具人，我之前说了，中共会在接下来啊，放出更多的反共人士、民主大师、民主人士，给西方做参考的，让他们考核，让西方认为，哎呀，中共的人权正在改善。你看这几年又兴起了一大波的民主战神、民主人士、反对派，是吧？哎呀，中共现在挺好的，中共的人权在进步了，从而呢，西方又会放松对中国的警惕。董瑶琼只是一个让大家看到的，平民反共现在也没事了，对吧？你普通人反共怎么了吗？
可以反共呀，也可以给你安排政府工作呀，挺好的。进可以给西方看，哎呀，中国的民主也不错，老百姓也能反共了，民主公知也开始大量的萌芽了。退可以让这些意见领袖继续培养老百姓的奴性，搞个人崇拜，圈养不同类型的政见和反对人士，甚至让他们钓鱼。你们明白吗？你们普通老百姓如果是大部分人反共，那共产党拿你们没办法的。但是呢，你如果是被这些民主大师带节奏逐个击破，今天跳出来2个人反共，明天跳出来2个人反共，然后呢瞬间就被消失了那等于无所谓的损耗，知道不？就跟香港一样，今天一点点来，明天一点点来，最后被挤牙膏挤死了并且呢，这些民主大师、意见领袖，他们平时给你讲鸡汤，给你讲安慰的话，或者是满足你情绪的话，给你画饼，给你造梦，他们会在关键时刻把你们带节奏，把你们变成武器。这次美国的大选不就是很明显吗？各路反共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攻击美国的政治，煽动美国的内战，把国内的这种中央新闻就能拿出来到美国的这个政坛上，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来说。他们的腔调你像这个江峰呀、文昭呀、民主大师他们说的话，美国的政治是假的，美国的民主是假的，这些话你不用翻墙看，你在国内的百度、微博上多得很并且呢，面具人我现在都开始怀疑董瑶琼是不是一开始也是安排好的？因为董瑶琼这个当年他搞泼墨视频的时候，也是同时有很多人帮他转发带节奏的。那换成一般人你别说泼墨了，就是一般人他干死几个警察，打死几个城管，也未必能发出声来，别说是海外平台瞬间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帮你转发了大家好，我是董瑶琼本人，是我本人在发推特。请大家关注我之前发的那几条推特的内容。我发完这条视频之后，不会再发新的推特内容了。我第2次出了精神病院以后呢，被安排在当地的政府上班嘛。说是上班，其实它就是一种监控，因为我其实去哪里都是受限制的。然后我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帮他们打电话、抄写之类的。然后我现在决定要发推特，是因为我已经不恐惧他们了，我不害怕他们了。我就这样，如果再次把我关到医院，没有问题，我就一辈子出不来了，我也认了。但是我现在要说，我是要争取我自己的自由。什么自由？我工作的自由，我选择朋友交往的自由。我现在所有的自由都没有，都被限制了。我跟谁去交往，他们都要打听，都要问。他们没有说恐吓你、威胁你，但是他们其实意思就是不让你去交往。包括我爸爸，我都是没有联系的。我爸爸出了这个事情，还是欧标峰告诉我，我才知道的，知道吗？所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要么就死吧，真的，要么就死吧。在这种强压的监控之下，我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可能会接近崩溃的边缘了。谢谢大家关注我，我也不会去想今天晚上发了推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会去承受这个后果。我只想要问，我做错了什么？我违法了吗？还是那句话，我违法了吗？或者说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我在泼墨之前，我还是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可以去询问我那些同事，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吗？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包括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医生还问我说你想面具人，我深切感受民主是你们这帮杂碎玩的吗？你们试试你没关系，没路子，没后台，没熟人，没组织，没钱，你玩你妈了个逼民主呀！华人的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参与做主了，华人的民主已经被玩成了权贵闭环产业链了。退休高官、革命明星、大外宣、红三代，这些人才有资格玩民主。普通人，你还是洗洗睡吧，还是回去玩小鸡鸡吧。现在的民主圈、民运圈正在逐渐的年轻化，
而且你们自己仔细看啊，现在的民主圈已经成为了红三代的海外再就业平台了。党可以调用资源呀，一夜之间把一个不知名的红三代或者某某人给你捧成新晋的民主大师，他可以代表人民的民意，每天做做节目，吹吹牛逼，当个民主大师，名利双收嘛。啊？什么？你们想试试民主？什么是民主？啊？你们去找这些民主大师试一下，看看他们谁屌你啊？没人理你是不是？因为你不是神选之人嘛。要是随便一个红三代有个什么内部推荐信什么的，一夜之间啊就能让你红遍海内外，所有的民主大师都会帮你推广转发，给你打广告。或者说你是一个什么名人呀、明星呀，哪怕你就是一个小官员或者是一个村支书、村长，你在国内混不下去了，你到海外反个共啊，你说你有什么内幕，或者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小名人，你立刻就可以名声继续大噪，你立刻就可以拿起镰刀割韭菜了啊，再就业了。咱们华人奴才眼里面啊，只有明星主子，至于那些真正不起眼的可怜人，该死对吧？谁管他们呢？啊，我就说了啊，怎么？哎，我操恁妈！普通老百姓不能玩民主吗？华人的民主玩成如今这个样子，都玩成你妈的权贵民主了，和你妈的党内民主、党外集权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化。为啥？这与我们每个人的懦弱、软弱、冷漠有着密切的关系，知道不？因为你们总想着让别人替你们发声，你自己长嘴是干嘛的？你自己长手是干嘛的？你自己为什么不敢出来发声呢？啊，面具人我不也是吗？我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呀。你们看我开节目到现在，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的民主组织，并且呢，我一路过来吊打了这些很多民主大师，我充分的展现出来了什么叫做自由吧，想说什么说什么啊，我觉得不对我就可以说啊，你不要给我说什么资格不资格啊，你是老一辈儿，你是新一辈儿的，不存在这个说法，懂了没？我不参与任何团体，我依然可以3000多万的播放量，10几万的订阅用户，我能做到的你们也可以做到，只是你们不敢，你们懦弱，你们冷漠啊，你们选择了跪在别人脚下，懂了没？好了，最后说说这个伊朗啊。拉克阿比亚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9日晚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地区啊，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乘坐的车辆遭到无人机袭击，沙赫丹与3名随行人员均在袭击中遇难。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的2名军官以及1名叙利亚记者确认，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遭遇袭击的地点并非伊拉克境内，而是已经进入叙利亚了。在阿布卡麦勒和戴尔祖尔之间，附近有一座美军营地，叙利亚方面观察到了这一事件。哎呀，面具人，我觉得上次这个伊朗的核科学家被暗杀之后，伊朗克制住了，说不会中计当炮灰，暂时不报复。刚开始因为在气头上说要报复，后来又说不报复了，冷静下来了。这还没过几天呢，啊，冷静的时间还不长呢，伊朗人又被干死了几个，并且呢，记者报道说附近有美军的营地，矛头这又指向美国了。面具人，我就觉得吧，接下来真的有可能会有大事发生。面具人，我有时候觉得啊，川普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这边说要伊拉克、阿富汗撤军，那这一撤军刚好削弱了伊拉克、阿富汗的防御能力，这是不是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可以诱敌深入，对吧？然后呢，伊朗这边连续的有自己的重要人物被干死，那万一伊朗今天被干死几个，明天被干死几个，后天被干死几个，对吧？啊，你说1次2次人家不生气啊，4次5次6次，最后呢这个火压不住了，真的怒不可遏了，掀桌子了啊，给你美国来一个什么爆炸式袭击啊，最后开启了战争状态，这谁占便宜？你们留言告诉我嘛啊！